近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正偷窃大量乌克兰粮食作物后转卖出口。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一场线上会议中提到，相关报道属实。布林肯称，俄罗斯的偷窃行为是他们在俄乌冲突期间采取的行动之一，这些行动打击乌克兰出口农作物的能力，并加剧全球粮食危机。That Russia is pilfering Ukraine's grain exports, to sell for its own profit.Now Russia is hoarding its food exports as well. So this is all deliberate. We know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stopping food from being shipped.布林肯还指责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进行封锁，阻止乌克兰出口粮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毁灭性影响，称俄罗斯的封锁行径也是俄总统普京想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向他屈服并取消制裁的策略。另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周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期间，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The Kremlin is using food supplies as a stealth missile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ies. Russia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food crisis, Russia alone.在米歇尔讲话期间，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愤而离席。路透社报道称，聂边贾对记者说，米歇尔在这里散布谣言，对于美西方的指控，克里姆林宫予以坚决否认，称不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何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也表示，俄罗斯没有干扰乌克兰出口粮食，并提醒可以从亚速海比尔江斯克港口或通过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运送乌克兰粮食。他指出，世界面临的粮食问题早在俄罗斯对乌开展特别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0%。乌克兰排名第5，占全球出口总量的9%。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域封锁了数百艘主要载有乌克兰出口粮食的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周3访问土耳其安卡拉，在那里与乌克兰方面讨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据俄罗斯消息报的报道，3个国家已经就建立粮食走廊的初步方案达成了一致。获得乌克兰允许后，土耳其军队将在敖德萨沿海地区排雷，运送粮食的船只在土耳其舰船护送下离开港口，前往黑海中立水域，到达设定的位置。之后由俄罗斯军舰护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确保这些船只安全通过黑海，并防止挑衅。除了俄罗斯之外，还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作用，就是土耳其啊，它这个扼守这个最关键的黑海的出海口。实际上我们看到，土耳其也是有意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路径的控制啊，要实现自己在整个这个地缘博弈中的它的一个重要性的体现。不过，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怀疑俄罗斯此举是否出于善意，认为这是俄方以此换取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将俄罗斯的举动描述为敲诈勒索外交，并表示美国不会同意解除任何对俄经济制裁。外界还注意到，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5就表示，因西方继续滥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导致现有国际供应链断裂，金融结算体系遭到破坏，使得全球产品短缺，并进一步推升商品价格，威胁世界粮食安全。俄方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予以关切，愿继续履行国际合同规定的农产品、化肥、能源等重要产品出口交付义务。扎哈罗娃还强调，俄方将在与主要合作伙伴的经贸和投资关系中，针对某些种类的俄商品扩大卢布支付的范围。外界预计，继俄方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后，粮食出口很有可能也改为卢布结算。那么，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也在千方百计的寻找这样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能够改善自己被这个美西方的国际社会在外交层面进行围堵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粮食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突破口。俄乌顿巴斯会战仍在持续，但俄乌此时也在为安排运粮船搞间接合作。那您对此怎么看？这是政治对俄乌战争的矫正甚至约束。这一安排如果落实，将产生3大效果：一，理论上，北约正式军事介入俄乌冲突。尽管土耳其号称俄乌共同的朋友，运粮项目呢只扮演无害的扫雷任务，但它终究是北约成员，又是乌军的
无人机主要供应方，加上北约在土还有侦听站，所获情报直送乌军的总参谋部。土军的扫雷艇一旦进入乌克兰领海，无疑是俄方的重大让步。二呢，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号称缓解世界粮荒，但毕竟这是商业行为，是要套汇的，这就会增强乌克兰的军事潜力，对俄是不利的。三呢，俄罗斯开战100天后才在卖粮问题上松口，况且理论上自己能够填补乌克兰粮食断供所产生的世界市场缺额，为什么这时候要让步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期望体面结束战争的信号。若双方在合作运粮机制下积累互信，或许是个不错的和平机会。更微妙的是，俄罗斯正心照不宣地用经济手段撬动各方资源，为他所用。要知道，俄乌粮食出口虽占世界市场的30%，但大部分是卖给中东北非，因为这样运费是最低的，而他们的品质又不错。请看过去10年，中东北非的粮食市场里，俄乌的小麦已经挤掉了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竞争对手。像埃及就主要靠进口俄罗斯的小麦保证粮食安全。但现在由于西方制裁，俄粮食出口所依赖的海运举步维艰，粮船难以出海，出海呢也进不了人家的港口。而如今俄罗斯看似为乌克兰卖粮提供了便利，但乌克兰远满足不了中近东国家的需求，而俄罗斯恰恰据此能够影响欧洲外围的国家，促使他们要求西方豁免对俄的海运制裁，特别是争取外轮能够停靠俄罗斯极力推荐的黑海货运港塔曼、杰姆留克和新罗西斯克，这就有机会在西方制裁的铁幕里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毕竟失去东部出海口的乌克兰仅靠敖德萨是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大宗贸易的。总之，俄罗斯正用迂回战术把更多的因素吸引到这场战争中，在复杂纷乱的关系里寻找自己的利益。